禿鷹是否打垮了美日聯盟呢？因為他們要拯救日元哦，現在看起來是這個任務完全失效了。為什麼呢？我們來看到一些細節，包括了現在日本現在面臨的各種問題，像是進口成本暴漲，日企現在狂哀嚎哦。另外，東京的房地產淪為外資的獵場，高市早苗這個時候壓力也非常的大，要救民生哦，這個物資一直上漲，說要降食物稅，看起來也沒效，支持率創新低，跌至53%。好，今天我們會有深度的剖析。先來看這一場日元保衛戰，大家認為是不是踢到鐵板了？如果您認為是，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還不會，留言寫2。我們來一起做互動。回顧一下今年7月，日幣是一度貶到接近是164比上1美元，結果我們先前不是做了報道嗎？美日聯手就是要開始來拯救日幣，確實當時看到日幣一度有反彈，大約幅度達到5%，結果呢？為什麼啊？到8月10號這一天又貶回去了，達到了159.29，重新吐回當時美日聯手要去救日元，大約是1半的漲幅。現在呢，企業真的就是很擔心，會不會日幣繼續的貶值呢？日本企業內部其實做了一個調查，他們認為呢，20%的企業說最好的價位就是大約是落在120到124日元兌上1美元，跟現在我們來看到這個數字159，真的是差得非常多。他們認為說這樣子企業跟民眾啊，可以說是苦哈哈。確實，我們看到立刻對於產業界還有對於民生的衝擊，在日本內部已經開始一系列爆發。首先看到優衣庫的母公司已經宣布了，受到日元走貶的影響，成本大受影響，所以預計呢，即將到來的秋冬商品就會開始做價格上面的調整，漲幅大約是落在4%。三菱電機同樣也是日本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企業，過去他們靠着出口賺得飽飽，但是呢，他們現在不這麼認為了。他們的財務長是這樣說的：弱日元不代表日本的經濟就可以一切的順遂。為什麼呢？因為日本還是長期靠着能源跟原物料、食品來進口的，所以呢，你現在這些進口的成本大增的話，是壓縮日本人的內需啊，那內需不就變弱了嗎？再來看到是三井物產還有三菱商事，他們也這樣說，他們認為劇烈的匯率的波動影響了企業對於未來獲利的預測跟他們投資的決策，對於企業來說是非常不利的。再來看到日本的貿易了，雖然我們看到進出口都有增幅，都有一個大約落在20%左右的一個增幅，但是最後來算起來，日本的貿易仍然是呈現嚴重逆差的，達到了4000億日元左右的一個金額。那麼我們也來看到，尤其小老百姓現在也非常的壓力很大，吃的、用的、穿的全部都開始漲價，那壓力现在也就压到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身上了。他說好啦，那趕快我們呢馬上要來降食品的消費稅，從8%一口氣降到1%，而且最快2027年就可以上路了。這樣子也可以救回他現在低到不行，創史上最低只有53%的一個民調嗎？這個要持續的做觀察。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介大使怎麼看。首先是為什麼日元干預了，日美都干預了，還是守不住？接下來對於日本這個日幣不斷的貶值，對於民生的壓力，包括我們剛剛看到嘛，這個優衣庫啊，日本家庭的薪水，還有很多企業都開始抱怨，這個對他們的重擊又有多大呢？介大使怎麼看？對，其實日本這個日元不斷貶值的問題哈，有2個根本因素，這個現在日本都沒有辦法解決。這2個根本因素都是怎麼樣？就是 beyond control， 就是控制不住的，日本控制不住。第一個，它跟美元的利差太大，對，所以這個套匯的話，讓日元承受很大的壓力。大家就是說，等於說這個賣日元買美元。對，去套那個利差，美元大概現在可以拿到將近4%吧，日元這個匯率大概只有它的這個利息只有這個1%，所以利差差3%。這個對日元是形成沉重壓力了。對，哎，所以這個問題不解決的話，那這個問題的關鍵問題就沒有抓到，哎，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沒抓到。可是日本政府已經它的國債已經是它的 GDP 的那麼2.6倍了，所以呢，這是無法解決的。因為日本現在政府這個欠債這麼多的情況之下，你要增加利息的話，那日本政府的財政會垮掉。而且日本還有一個大家還不太，他們最近不太提的，最近幾年不提的，
日本有25家叫僵屍企業，僵屍企業就是你這個產官學一體搞出來的，對，它都依賴什麼政府的政策，甚至這種低利率，那麼它能夠存活。現在是1%的利率，它還債的時候它還不會吃力。你如果說你要提升你的這個利率的話，那一大堆日本的僵屍企業25萬家倒一半的話，那就是連鎖效應，對日本的經濟可以說是幾乎致命的打擊了。那所以這個問題不解決的話，沒辦法解決。第二個，這種所謂的匯率是反映它的經濟的基本面，日本的經濟基本面很差，沒有競爭力啊，新的產業幾乎全部空白。日本人睡覺睡的不是，知道他不是失落了20年日本是睡覺了20-30年，被美國人欺負的時候又不敢還手，美國把他的這個所謂的芯片產業打光了，對，交給了，可以說在這個過程中，韓國跟台灣的興起，讓日本在這個方面扮演極不重要的角色。那你說這些芯片製造有日本的嗎？日本還靠我們台積電呢，沒有台積電，它現在還沒一席之地了，靠的最後只有什麼光刻膠，那你有 HBM 嗎 ？HBM 都是韓國的，對，所以那邏輯晶片對不大部分是我們台積電的，日本有廠嗎？日本沒有。那另外一方面，新能源方面、應用方面沒有啊。新能源汽車的話，你有嗎？而日本今年上半年，去年1年才賣了400萬輛車，今年中國大陸上半年就已經超過700萬輛，就有外銷。所以它的這個市場都不斷的萎縮，也沒有新的產業。那 AI 你有聽過日本嗎？日本有什麼大模型？沒有吧？沒聽說過。所以日本是經濟是一片問題，再加上人口老化，它的這個整個的這個產業愈振乏力。而日本經過失落30年的時候，它的產業非常不敢投資新的。它基本上它是希望怎麼講？它賺錢要幹嘛？不是擴展新的，是趕快去還債。所以呢，他們很在乎是利率，所以就日本經濟這個結構性問題是一點辦法都沒有。所以那變成就是說，美國出手救一下，你能慈禧救嗎？只能救急，不能救窮。日本是窮，日本不是急，所以呢，窮的問題還真的沒辦法。所以現在回到快160了嘛，有很多人就看到大概170也為時不遠了。好，現在也包括了這個內需不足，還有這個債務的問題越來越高，所以呢，現在看起來是不是現在外資現在包括了日本媒體都很擔心說，反而是都是外資在買日本它的一些建物包括了来看到是最新消息，日本的國土交通省相關統計，在2025年上半年居住海外的台灣買家在東京23區竟然是購入了192戶的新建公寓，比前一年還要多出了80%。這個資金很多都是來自於海外的，不斷的去買東京的房市數字創下新高。日本媒體說，東京可能已經變成全球資本眼中的一個重要獵場。現在是外資在這邊大撿便宜嗎？上次哥怎麼看對於日本的影響？好，今天主要就是日本貶值這個狀況來講，並沒有真的結構性的改變啦，所以日本的裡面的東西，如果就外幣，你拿美金，你拿台幣，你拿韓元，你拿人民幣去買，就是便宜嘛，它就是真的很便宜。那先前其實有包括統計房子，就是大概跟去年初的時候相比，大概就少了，最高可以少1/3。那日本的房子，你說也是幾千萬，當中少1/3，你可能就已經省了上千萬所以其實就這麼簡單的概念。也因此，現在我們都知道，接下來可能9月、10月的時候，日本的包括觀光客到那個地方會有出境稅啊，然後你那個 duty free 的部分，以前你在美妝店裡頭就把你扣掉了，未來你就要辛辛苦苦到機場去退，有很多的麻煩。那基本上它就讓你這個外國人來覺得日元很便宜，亂消費這件事情，它還是幫你設一些門檻，然後抬高了很多的要繳日本的這些規費。但會影響到大家去日本買便宜貨嗎？我相信不會的。不過我覺得我回過頭來還是要看一下日元我想日元現在是這樣的狀況，在7月30、31號美日聯合干預，這個還是這個很重要的一天。當天美國出了100億，日本出了大概770億左右，大家聯手干預。當時其實是從原來我們知道163貶的163.8，這股點一下子就是升值了大概8.6元。歷經10天，
現在又回去，又回貶了4.1元，一半就沒了，就這1000年的錢就一半就沒了。好，但是我們現在在關心這個部分是慢慢的又貶回來，但是其實美國不是出重手嗎？到底怎麼回事？我覺得現在其實大家在觀察，是不是這些所謂的國際禿鷹，還是這種投機的錢，還是不相信這些美日干預的效果？要知道，不是說的干預的時候，日本就貶嘞，它干預是一個介入，可是日本央行還沒有升息啊，所以真正的要穩定還是要等到升息。不過我覺得大家要注意到，日本照現在的狀況，因為作為日元便宜套息交易，你錢都去存美元，你就可以賺3點多%，甚至最多到4點幾%。而且日本的銀行、國際銀行都在做，也不是只有投資的這些禿鷹。大家現在關注的是這種空單。要知道，在國際期貨當中，美國這個期貨交易委員 CFTC 就其實在緊盯，因為為什麼日本會貶？就是因為人家買外匯的日元期貨看空嘛，在美日還沒有出手之前，很恐怖空單是13.8萬張，7月31號那天出手之後，瞬間少了一半，6.8萬張。那現在呢？可是那個8月4號之後，這個美國這個 CFTC 沒公布，所以我覺得有可能這個空單又回來的，但是外界就沒有資料，不知道。所以這個影響性，我認為是現在至少就這樣子回貶的狀況，我認為投機性還在。那這個概念最後怎麼來看待這一波，到底怎麼回事？我認為很簡單啦，就2個。第一點就是說，現在在投機的或正規的日本銀行、正規的投資的，都在測試日本或包括美國的官方底線。好，你現在出手，你是底線嗎？你只是威嚇一下市場，但這個底線在哪裡？大家還在測。第二個，我認為就剛剛講，釜底抽薪沒有別的啦，就是央行宣布升息，日本所有日元永遠的這個利息漲，然後全世界在外面的這些流動在賺差價的日元被迫要全部回到日本，你才有可能日本真正的恢復生存之後的穩定。那當然過去認為是10月，但是現在都認為應該9月。所以如果9月日元的這個升值，就包括它的升息之後，我認為對全世界，包括美元，包括各式各樣的貨幣，包括台幣，包括去觀光的這個錢，9月之後10月如果去日本玩，可能成本就要高一點了。好，那如果真的9月份的時候日本升息的話，日本接得住嗎？因為他們現在債務非常的高佔 GDP 的250%到260%左右。接下來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那日本政府手上還有什麼的招呢？黃艦長怎麼看？其實他不是說他有什麼招，而是這個金融的問題太複雜了，而且有很多的因素在影響它，而且這些因素裡面通常是你拉這個下來，你拉那個下來，它很難取得一個適當的平衡點。那一個國家到底有哪一些機構啊或什麼能夠影響這個國家財政呢？第一個當然最主要是央行，央行它可以管這個貨幣流通，它可以限定每一個銀行你的存款多少人貸出去，它可以決定升息。這個是不受政府控制的哦。像川普不是說升息降息，你不是那個 FED 的那個總裁根本不聽他的，這是一個你知道，政府歸政府，央行歸央行，央行管的是金融這個秩序。那政府管什麼呢？政府是一個行政單位，它在管的是收跟支花錢。如果我現在的財政狀況不好，基本上我就是開源節流，怎麼樣去能夠增加一點收入，減少一點支出，這是政府在做。這2個單位通常不一樣。我舉個簡單的例子，好比說現在央行說我們日元這個實在是太弱了，那我升息，我增加這個日元的這個市場的這個持有力，然後很多人來買日元，我升息了嘛，這時候会怎麼樣？消費會下降，因為有錢了嘛，就是我存進去就好，那我不要去花錢，好，消費會下降。反過來講，那政府他關心的是民生啊，好比說政府覺得像高市覺得現在日本的人民的生活非常不好，那我怎麼辦？我就可能減稅，加些補給，那我就希望大家能夠消費，這個消費就增加。你會發覺，剛剛央行的政策跟政府政策是違背的。它其實最困難的地方就在這裡，它不是一致的。就是說，央行跟政府有時候還在唱反調，如何取得平衡比較困難。好，謝謝艦長。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
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